你的 YouTube 影片需要做到多长？ YouTube 演算法会更喜欢时长更长的影片吗？一直都有观众问我有关于 YouTube 影片时长的问题，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回答大家这个问题。YouTube 影片的最佳长度是多长？你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找到影片的最佳时长，并且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告诉大家，如果影片想要开到收益，你的影片至少需要达到多长时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如果想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，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，记得把朋友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另外，这里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经营路标使用工具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知道 YouTube 算法的推荐系统是怎么样的。简单来说 ，YouTube 演算法会尽全力去帮助观众找到他们想要看的影片，会推荐他们感兴趣的影片，并且希望这些影片在观众看完之后，他们会满意。有些观众可能看到这里就会觉得，那从这样看来 ，YouTube 算法是更喜欢长的影片了，因为如果观众满意，他们就看更长的时间。但是你再仔细想想 ，YouTube 首页上推荐的那些影片，难道都是半小时、1小时的影片吗？如果 YouTube 演算法它的推荐系统是这样的，那么大家就发 Podcast 好了，因为一集的 Podcast 至少会在1小时以上，所以观众肯定会看很长的时间。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歌曲类的影片，它们的时长只有30分钟，但是它们就能够获得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观看量。YouTube 算法判断一部影片观众是否满意，主要会看2个数据，一个就是平均的观看时长，还有一个就是续看率。平均观看时长就是观众在这部影片里面到底花了多长时间观看，而续看率就是观众的观看时长占了整体的影片时长它的百分比。例如说，一部影片它的时长是10分钟，观众观看了5分钟，那么这部影片观众的平均观看时长就是为5分钟，它的续看率就为50%。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，只认为观众观看影片的时间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就会加入一些无用的信息到影片里面，就强行增加影片的时长。其实这样做反而会伤害你的影片，因为如果你加入一些无用的信息，就会导致观众提前离开你的影片，这样就会拉低影片的续看率。如果影片的续看率低，也会让 YouTube 算法认为这部影片观众不满意，就不会给很多推荐量。但是如果在保证影片质量的同时，20分钟时长的影片会比10分钟时长的影片获得更多算法推荐吗？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在保证相同续看率50%的情况下，20分钟时长的影片就能获得10分钟平均观看时长，而10分钟时长的影片只能够获得5分钟的观看时长。在这种情况下 ，YouTube 会首先推荐能够留住观众更长时间的影片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意识到了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是 YouTube 影片的最佳时长。但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如何找到最适合你频道的、最适合你影片话题的影片时长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，就能够让 YouTube 算法推荐这部影片给更多的观众观看，同时对我的频道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。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同的频道领域适合不同的影片时长。是的，不同的频道领域有适合自己的影片时长。例如游戏频道，大部分的影片都是比较长的，他们的观众也接受这样的影片长度。但是对于信息类的频道来说，你的影片肯定是不能够太长的，因为大家都想要以最短的时间去获得影片的信息。所以在你考虑影片时长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想想你的频道是处于哪个领域。你可以去看看同领域的其他频道，他们的影片时长是在什么样的区间，那么就能够知道你的影片时长应该处于什么区间。第二点就是比较相同话题的影片，人们都喜欢做有效率的事情，如果在他们面前都是相同话题的影片，例如如何系领带，一部是10分钟的教程，一部是2分钟的教程，那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2分钟的教程，因为他们都想用最短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系领带。所以在你思考影片时长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保证影片的信息完整、观众满意度的情况下，你能够把影片的时长缩减到更短，那么就会有更多观众愿意点击这部影片。第三点就是你要巧妙的积累观看时长。很多人为了积累到观看时长，他们只想着在一部影片里面积累到时长，就使用各种方法把影片的时长拉长。我们要记住，影片是为观众服务的，那影片是该多长就制作成多长的影片。你影片的首要任务是保证观众满意。如果想要积累到更多观看时长，你可以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加入一个片尾画面，去推荐一部相关的影片，这样就可以把观众引入到另外一部影片。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增加你影片的观看时长。
第4点就是你要多去做不同的尝试。其实做 YouTube 频道想要成功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多做不同的尝试。你不能够一个方法从头到尾都在使用，如果你在使用一成不变的方法，你就永远找不到比现在更好的方法去经营 YouTube 频道。我想要找到适合自己频道的影片时长，也是观众愿意接受的影片时长，就需要做不同的尝试。你可以发布不同时长的影片，去看看哪类时长的影片观众反馈更好，影片的平均观看时长还有它续看率会更高。我就是在不断尝试之后，就发现影片时长为6到8分钟是最适合的时长，观众反馈会更好。很多刚开始经营YouTube 频道的观众都会问我，影片需要至少达到多长的时长才能够有资格开通收益？其实，在你频道成功加入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之后，任何时长的影片都能够开通收益。影片的时长只会影响到你的影片里面是否能够在中间加入广告。现在 YouTube 真的就是，如果你影片达到了8分钟以上，那么你就有资格在影片的中间加入广告。所以，如果想要尽可能的获得多的广告收入，在保证影片质量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尽量保证影片的时长在8分钟以上，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中间加入广告，从而获取更多的广告收入。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纠结影片的时长，你可以尝试时长长的影片，也可以尝试时长短的影片，这都是可以的。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影片的质量，让观众满意，这样才会得到更多算法推荐。如果想知道如何从零开始去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。如果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动，可以关注 IG， 在底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经营600小工具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拜拜。